这么辛苦啊？眼睛都熬坏了吧？我不辛苦啊。小丫头，我告诉你，我爹是这的护院总管，你如敢叫出声，先挨30棍子再撵出去。不信，你可以试试。求求你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你别哭呀，你长得这么标致，要是跟了我，你还用吃这种苦吗？我能养活自己。你们这些小蹄子，连你都看不上我，小爷今晚没空跟你废话。放开我！我干什么？又来一个小妞。李继宗，你做什么？大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是这个小贱人约我来的。你还敢不认？小贱人，你想好了再说话。你告诉我你认得他吗？姑娘，你快走吧，你别管我了，我怕连累你。连累我什么？我怕到时候挨板子，再把我撵出去，让管事的知道了。我就是管事的。李继宗，你还有王法吗？大姑娘这话是不好听了。外边的王法是什么，那都无所谓。这府上的王法呀，哎呦，就靠我们爷儿俩了。之前我跟您说过，这世道不太平，这府上进几个匪贼，伤几条人命，哟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李贵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要灭口吗？您是个聪明人，您不能一时冲动，哎，被这个小丫头片子给蒙蔽了。我们家继宗啊，还是个孩子，这不能让这个小姑娘给勾引了。这犯这错，这不是个错呀。李护院颠倒黑白的本事，倒比看家护院的强。哎呦，臭小子，睡个女人呢，头昏脑胀，没出息。爹，我现在就揍这2个小贱人！父子不做人，我会把他们送去官府。谁想跟着进官府的，只管动手。今日之事，李贵是恶手，与你们无关。以后你们在花家，花家从前对你们怎么样，今后也会如此。大名大夫要吩咐，大名大夫要吩咐，把他们给我绑起来。谁敢？打100仗，绑进柴房，明日送官。是。你刚来花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是我失职，也是花家对不住你。等天亮了就送你回家。这些衣服和钱你就收下，希望能弥补一二。迎春，备车吧。好。姑娘，我想留下。你不怕吗？
别赶我走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家。快起来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何要赶你走？若是从前的东家，他们都不肯信我，他们都知道了，我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好了，不哭啊，没有人会说你的。你们俩，小丫头，你别怕，你就当出了门踩了狗屎了。我刚才在外面看到他们俩了，被打得烂乎乎的，爬都爬不起来了。我叫福东，你饿不饿？我一会儿去给你盛点热汤饭。我哪也不去了，我哪也不去了。好，那就长长久久的留下来，同我们大家在一起。姑娘，我想有个名字，你能帮我取个名字吗？那这样吧，他叫迎春，他叫鲍夏，他叫福东，你就叫念秋，好不好？念秋。好，好。太好了，这下总算是四角俱全了。今晚你就跟我睡一屋吧，等天亮了我再给你铺床。嗯。你先去睡吧。怎么还没睡？怎么样了？哦，他只是受了些惊吓，没有什么伤，你就让他们带去休息了。我说你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说起来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给了我这个小玩意儿，要不是我送了你这个小玩意儿，让你觉得心里有了依靠，你冲上去之前还得多思量半刻。我真想不明白了，今天那两父子算是豁出去了，就算杀人灭口也不奇怪，你都不知道怕吗？以前祖父也常问我，是不是天生少根筋，老虎的胡须都敢拔。小时候不懂事，怕的更少，长大了懂得多了，反而胆子小了。从前我害怕自己做不好闺阁淑女，让祖父失望，让花家丢脸。长大后，我怕自己担不起长家的大人，辜负祖母他们的信任。哪怕现在回城里，我还是觉得如履薄冰。我母亲每晚都睡不安然的，她生怕一醒来就又重新饥寒交迫。他们比我更怕，所以我不能怕。是我把他们带回来的，我得护住他们。花枝，我说错了。光嘴上赔不是可不行。那从明日起，我便从头教你如何使用这袖剑，再教你些拳脚防身，可好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召集护院，重新给他们立规矩。你既聘我做武先生，应该也有这层思虑在吧？那就多谢燕先生。花枝，你想要护住他们，我便来护着你。至少，在我离开之前。哎呀，终于把那个姓李的给打发走了，我这心里啊也踏实多了。哎呀，可不嘛！可是咱们要重新雇一个人，又不知道他的人品如何。哎呀，这老天也怪，把男人都生得高高大大的，咱们又敌不过。你这话可不对啊！我看你们家大姑娘一个人可以抵好几个男子呢。我要是不来啊，都不知道二婶在背地里夸我呢。我正在跟你娘商量聘请护院的事儿，正犯愁呢。你说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万一再请来一个跟李贵啊、李健似的，怎么办呢？二婶放心，我同燕先生说好了，他在咱们家里当一天武先生，就顺便看一天护院，我多开一份工钱就是了。真的？
哎呦，阿弥陀佛！要不说咱们家运道好呢，这么齐整的一个郎君，又是芍药的亲哥哥，竟然愿意在咱们家做2份差事。大姑娘，你可得千万把他留住了。对呢，对呢，我给燕先生做2身新袍子，你亲自给他送去。听婶子的，让鲍夏再去买2双鞋，多买几斤好茶叶。你平日里啊得打听他爱吃什么，爱用什么，对症下药才好。你年纪轻，人情世故不太懂，万一真的把他得罪了，他心凉了要走了，可就……我去帮你看看伯礼上课吧。哦，去，我们说的话你可得记着啊。站好。哎呀，苑先生，你不是武先生吗？怎么只教我们扎马步？是啊。那你想学什么呀？飞檐走壁、劈山碎石，我还想学飞剑呀。我也想飞剑。可以。好了，可以学飞剑了。但也得先扎马步。哦，还要扎马步。无论想学什么，都得先把步子给扎稳。怎么有空过来？那再忙也不能冷落燕先生，万一你心生幽怨，一走了之了怎么办？那就要看东家对我怎么样了。就一个橘子啊！多谢东家，教你用袖剑。听说那天救这姑娘的是你家兄长，如今还在府上做武先生。是我哥哥，我哥哥可喜欢花姐姐。手得放平，往这摆，手掌得往上，不然扎手上。往上一点，放松。对，往上。这样吗？发射。不错，继续。没事，继续。歇一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吃吧。特意挑了个最大的给你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梨可不能分着吃。今天练得不错，但以后也要每日勤加练习。那个大家伙的脾气可真好。被他踢断腿的人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也就看你顺眼。燕先生可真是会变着花样拍东家的马屁啊！那是啊，要是冷落了东家，我饭碗不就没了？要不你教我骑马吧？怎么突然想学这个？当初祖父他们出城的时候，倘若我会骑马，就能早些见到他们，多说上几句话。而且我也迟早要去北地的嘛，我还想去很多更远的地方。如果我会骑马，我一个人哪儿都能去。当初让祖父教我，可他是个书生，也只会坐车坐轿。别拉这儿，要拉住缰绳。不行啊，我一拉住他就摇头晃脑的，我会掉下去的。不会掉的。这坐在马上的是我，掉下去也不是你啊。行，即便你掉下去，我也能接住你。
没骗你吧？燕西，玉，你吹口哨干嘛？我学你了，你学的不像，马都听糊涂了。那你也没有教我。下次教你。怎么样，还敢骑吗？这骑马的感觉，就好像在驾驭海浪。现在不怕摔了？怕摔也要学。那要不要再骑2圈？好啊。这样。玉，木木，哥哥，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那位武先生吧？他就是我哥哥。我让叶先生教我骑马，没有想到我一坐上去，马就跑起来了。这马烈得很，除了我之外，不服任何人管束。你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跟护院们训话？啊，芷姑娘不说我倒忘了，老夫人，失陪了。且慢，转一圈我瞧瞧。去吧。告辞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哥哥。哥哥，我刚刚看你跟花姐姐骑马好厉害，以后带我一起骑呗，你教教我。哥哥，你慢点。祖母，都怪我。都怪你什么？是匹好马。祖母，这燕先生的马脾气不好，你离远一些。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呀就是绷得太紧了，像根弓弦子似的，硬邦邦的。那马一动，你不就摇摇晃晃了？先松下来。你看给咱们后厨送货的那驼马了吗？它身上那个带子是软的，挂在马身上就是稳稳当当的。如果是个硬邦邦的硬棍子，那马一动，它不就掉地下了吗？要学御马呀，先记住一条，手里的缰绳，无论如何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扔掉它，不能扔掉把握方向的决心。无论是御马、御人还是御事儿，都要学会顺势而行，求得一个张弛有度。这马的力量大，你的力量小，要学会借力借势，才能4两拨千斤。祖母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只当我是深宅大院里什么事儿都不会做的老妇人是吗？我又不是生来就这么老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偏爱骑烈马、喝烈酒，全皇城的少年郎都追不上我。是匹好马。我年少的时候，侯府的大门可关不住我。我娘一个不留神，我就骑着我那桃花丛到郊外打猎去。
踏雪生汗珠，鞍笛卷旋毛，真是一匹漂亮的好马。哎，那回我那桃花葱被大风迷了眼，误打误撞就跑到一个破屋边上，我也进那破屋去避风了。你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了你。那后来呢？那人是谁？成了你祖父。听你的，这是什么？暖手桶啊，你快试试，是用野兔子皮做的，可暖和了。是前些天我亲自打来的野兔子，亲手缝制的。你怎么能杀生呢？你不要送了，我送别人了。别，多谢姑娘。不用谢。谁能想到，我就陪上了一辈子。我还以为是祖父中举之后才与祖母有了婚约。那都没意思，绑下赘婿的事儿，我不屑做。我的父亲是侯爵，母亲是郡主，我喜欢上一个穷小子，结果在屋里闹得翻天覆地。但很快，你祖父就考上了状元，彻底没话说了。那要是没有中榜呢？祖母还看得上祖父吗？没考上也没什么呀，我都想过，大不了我就跟他私奔，天大地大，还能饿死我们俩不成？我看上他的也不是什么才学、功名，是人品和气质，都不是。我是看着他，我那天进那破屋子里啊，哎呦，有长得这么俊俏的小郎君，我的心就。祖母心在那儿，就是在这儿跳的，砰砰砰大跳。后来我跟你祖父一路走来，他的官越做越大，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，我就从侯府的小女儿，变成了花家的老夫人。整日里我要严肃，要公正，还要不苟言笑，也不能出去打猎饮酒，不能玩。那以后我陪祖母喝酒。不喝了，小少爷说了不能喝。孩子，别听那些闲人的胡言乱语，看什么家世门第、前程功名，那是寻郎君吗？那是做买卖。要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让你的心也在这儿砰砰的跳，记住了啊，那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喜欢那武先生吗？祖母，我没想过这些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问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我每一次遇见他，我心里都很高兴。他来见芍药，我就总想同他说话。有些话我也只想同他讲，我也不为了问什么。就是想说给他听，那这就对了。我觉得我心里是喜欢他的，
但我现在是花家的当家人，百废待兴，不能向他许诺什么。这你就想错了，记住了，无论为了多少人，无论是多大的事儿，莫要负了青春。倘若有一日你心里有了答案，无论是谁，只管来告诉祖母，我要亲手为你置办嫁妆，要高高兴兴、风风光光的送你出嫁。芷儿明白了。刚才我已经相看过了，是个高挑俊朗的小郎君，只是比你祖父略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那是。啊，对了，小少爷跟我说，那穆先生讲课晦涩难懂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在抓紧时间找些年轻的先生了，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好，那你就去忙吧，我再坐会儿。坐来。刚才你看见他们俩骑马的样子了？照这个学法，3年5年他也学不会呀，那心思就没在那马上。你说的是。把那后生叫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老夫人，今日我不问你前程，也不问你出身，只问你一句：你对我家芷姑娘如何想法？如何想，如何说便是。她有胸襟，有胆识，胜过世间千万人。就这些。她心中无浊气，有静气。沉似水，静如风。倒是看出几分芷儿的性情。不过，你没说实话。老夫人想听什么？不是我想听什么，是你在想什么。我是芷儿的祖母，今日就倚老卖老，问你这一遭。晏先生，你不必急着回答我只望你好好想一想，问问自己的心，什么时候有了答案，想明白了，不用告诉我，该告诉谁，你知道。好。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她。你还笑？方才你见到祖母，就像老鼠见了猫，没有想到没少胳膊少腿就回来了。祖母动气没有？她怎么同你说的？她可能年纪大了吧，这眼神不太好，居然夸你长得还不错。啊，那大姑娘年纪轻轻，眼神好，怎么什么都没看出来？以前倒是没有仔细看，今日定睛一看，长得还不赖。那这马，明日还骑不骑啊？可千万别再被祖母撞见了。燕西，你对我是怎么想的？好好查一查，看看太后和花家到底是何种勾连。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她。
我当你是知己。知己。是。抱，不是刨，傻的呀你！蹲下。姑娘，你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可以啊。那些信若当真与凤翔宫有关，陛下定不会放过花家。我已辜负了花枝，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。待花枝忙完这阵，缓一口气，我再查不迟，得帮花家找到斡旋的方法。哎，走，快！前面新店开张了，哎啊！看着不错呀。来，快！恭喜啊！来，礼物。恭喜！多谢各位掌柜前来捧场。花大姑娘，我真服你了。你家点心3、5日变换新花色，许多样式我都还没吃够就不卖了。原先我还替你家点心师傅可惜呢，没想到啊，你家铺子倒是挺齐全啊。以后各位掌柜的酒楼里都是顶新的口味，方便客人们尝新。若想回顾旧味呢，就来我的铺子里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，这幸亏啊，花大姑娘不是做账房的，这要做账房的，咱们不都得喝西北风啊？你呀，你这算盘打的是既响亮又好听啊！不说笑了，里面请。走，行，走吧，这就。真是的，这边都是我们家的新品，放下好香啊！这个形状我第一次见，方正形状的糕点来一份。来了，谢谢。哎，稍等啊。这些都是我家师傅根据花的样式制作的。哦。来吧，来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小心。两位
这边请，来这边请，那边的这边都是新出的，来。花莲姑娘，花莲姑娘，这，帮帮忙！哎，您请进啊。来让一下，让一下！谢过，云来九龙，这里送到2盒，桂花糕。哎，你说刚刚缝的，我这手竟然都疼了。大嫂，你快歇会儿吧。哎呀，这手疼啊，也是高兴的事儿。我真没想到咱们这进项竟这样丰厚啊！你们瞧瞧，这送进来的一摞摞、一册册，可不是纸，那都是钱呢。二嫂，你快跟三嫂一样了。大嫂，纸丫头呢？在那儿呢。纸丫头，我听灵儿说，那个巷子水泄不通的，还有铺子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这还有心思在这算账，还不赶紧回去看顾大局？今日开张，我总得算明白了，才知道明日的开支进项。你这些木棍儿摆到明天都摆不明白，我来。这是我做姑娘的时候，在我娘家的那些兄弟里，就属我打算盘打得最快。后来这个算盘被我偷偷地塞进了我陪嫁的那个香笼里带过来了，从此压在箱底，只做个念想。没想到他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。三婶啊，倒是有前后眼。这抄家的时候，不仅藏了金银，还藏算盘呢。总比你那些鞋呀、袜呀的有用吧？那是。念秋，从今天起你就跟着三婶好好学打算盘。三婶，那这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铺子看了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走了。来，把这些都收起来。随便看看。迎春，哎，一口气开这么多铺子，忙都忙不过来，竟叫我也一同来这赎罪。林姑娘，今日开张实在忙不过来，明日便不劳烦你们了。林姐姐，你尝尝，这个栗子糕很好吃的。确实不错。花姐姐，陪我去后面看看。就是。你要不要带？哎，这边怎么有人晕倒了？哎，有人晕倒了！快过来看看！哎，这有人晕倒了！哎，去看看去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突然就倒了。是啊。这人没死，只是饿晕了。迎春，您去拿点吃食来，把他扶起来。来。慢点啊！接着看看。好诗啊，姐姐，你快看看。君王为天下之客，他读过祖父的文章。此等才学，怎么沦落至此？唉，不落魄又能如何呢？他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，恐怕呀是下辈子都不能被录用。若是被圣上看到，恐怕要落得跟祖父一样的下场。你醒了，好些吗？多谢，告辞了。你的诗文都不要了吗？
自是高枝无俗韵，何妨若叶有余寒。可是你写的。敢问郎君姓名？在下姓郑明志，多谢诸位娘子大救。我如今身无长物，唯有数卷诗文，笔肘自证，望娘子还我。郑郎君家在何处？何处高就？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无处栖身，亦无处可用。能否借一步说话？郑郎君，我家想要聘用一位善讲诗文的先生，郎君高才，不知可否愿意一试？郑某虽贫贱，不愿受嗟来之食。多谢各位，告辞。这怎么就嗟来之食了？你这人好生奇怪。我家虽新开了铺子，却非富贵人家，乃是一门戴罪之身。我祖父藏书万卷，若先生愿意，可以自取戒毒。我家姓花。你们是？方才十里失境，多有得罪。莫说因贫足雪，便是赴汤蹈火，能为花公。郑某心甘情愿。郎君何必行此大礼？快请起。这又愿意受嗟来之食了？嘿，嘿，慢点，小心的骑呀！我自己可以。你头回骑这么久，我怕你腰疼，腿也麻。你以前学骑马也是这样的？那时太小了，记不清了。你从小便学骑马？嗯。你是想问，皇都中能供孩童骑马的人家非富即贵？如果真是这样的出身，为何会去参军？又为何会去你家当武先生？对不住啊。你都没问出口，抱歉做什么？况且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也从没探问过我什么。其实从见你第一面我就好奇，只是觉得问起来太冒昧，要是现在问，又怕你会多想。对我这么客气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生疏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要是有朝一日你想同我说，你自己会告诉我的。我年幼丧母，父亲再去，从小被我伯父一手教养大。是他教我骑马，教我读书。后来我去参军，也是为了报他的恩情。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希望有朝一日，我可以原原本本都讲给你听。但现在我们就这样，骑骑马，吹吹风。好吗？好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早点回去吧。恐怕等我说了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这样相处了。哎呦，燕先生回来了。
燕先生，那个纸哥呢？老张放心，我先送他去了铺子里，晚些时候他会回来。那有劳燕先生了。您瞧纸哥这一天的，哎呀，全是他的劳累呀。老张之前一直跟着花工吗？啊，没错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花工身边，这一晃啊，一辈子了。我听说本朝文士出门在外，身边常有书童捧诗笔墨，能与您一同随行花工的人，想必关系也是极为亲密的。没有，自来就是我一个人儿。如此说来，老张辛苦了。没事。钟叔啊，哎，纸哥，你不必忙活这些叶子他们会扫掉的。啊，没事儿，我活动活动身体。哎，纸哥，那燕先生是什么来历？他是我一个朋友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昨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着。纸哥，这人心隔肚皮，不能不防啊。哎，你放心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有数。哦，那行，那可能我多心了。那纸哥，你忙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日奔波又抛头露面，总也不是个办法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铺子稳定下来，大可把它交给外面的掌柜和账房们打理。从前就是个巨嘴葫芦，如今倒是开了窍，风光到了天上去，又是掌家开铺子，又是办学堂，好名头都让他一人占尽了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人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错了好几笔账。这么晚了，马都睡了，也没课可上。我就来坐一会儿。终于觉得累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星星都比平日里多些。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？我都忘记这回事了。本来以为可以更自由、更痛快，但是忙忙碌碌到如今，连抬头看天的闲暇都没有了。上次这么无所事事，还是祖父没有出事的时候。你只是忘了。以后我会提醒你。冷不冷？今天可是遇到烦心事了。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就是让人心烦。说说看。我能靠一会儿吗？也许你什么也给不了他，
再往前走，只有更多的欺骗。至少，现在能给他片刻温暖。所以，发生什么了？我说了，你可要替我出出主意啊。好。今日三婶又怪罪念秋了，家里的妹妹们也都在心里抱怨。抱下，哎，姑娘，醒了？嗯，你昨天晚上，你怎么跟念秋一样说话打扮的？昨天晚上叶先生送你回来的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事儿大了！你们俩，哎，我上次让你去修的那幅画，你给我找出来。林妹妹，哎，留步。做什么？有件事情想找你帮个忙。这学堂里啊，如今只有2位男先生，却有3位女选手，所以啊，我想请你留下来，帮忙做一个女先生。哪有你娘做先生的？况且我又不是你的下人。你从小学问好，7、8岁便能写诗，丹青也画得精巧。这些事情啊，我是一窍也不通。前些日子我拜访了晋中鲁生，有一些还没有你有学问呢。你哪里比男子差？抱下。嗯。早春西行图。我请荣喜斋的师傅修的，他的手艺顶好，只是花了些功夫，修了小半年才好，没有赶上你的生辰礼。林妹妹，你有才气又有学问，这满皇都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你，这个重任只有你能帮忙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林姐姐，你就答应嘛，帮帮这姐姐。来，林姑娘，我帮你送回房里。这是把学堂并给我小教场了。先前我就嫌学堂太逼仄，孩子们待在里面不开心。这搬出来了，屋子敞亮了，人心也就敞亮。而且刚好地方大了，可以开设百叶课。百叶？说来还要多谢燕先生提点。怎么突然又谢我了？这么快你就贵人多忘事了？啊，你又想到什么了？二夫人同我说，不希望花家的子弟沦为商贾百工。薄林薄里在学堂里还能昂首挺胸，可是走出了学堂，却根本抬不起头来。但是我觉得这各行各业谁也不低人一等，所以每隔5日，我便要请一位行当里的好手，做百叶先生进行授课。亏你想得出来。只是劳烦这第1讲要请燕先生来讲。我教教武艺也就算了，哪里会上什么百叶课？我想听你讲讲北地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是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北地，你们父亲跟祖父去的地方。我自幼北上，在北地待了10年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在北地的见闻。离开皇都，光凭2条腿，要走上4个月，才能翻过昆山。4个月！接着再走500里，
才能到达边城。北地寒冷，即便是3、4月份，到处也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叶先生，那祖父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呀？在北地啊，大雪封山之前，无论老少都要入山打猎。女人呢，就在家磨麦子、做干粮，把猎物剥皮制衣，把肉熏成肉脯。哦，其实呢，北地也并不全是苦寒。就说冬天啊，可以入山猎鹿，鹿都会躲在一个雪坑里。这个时候设伏，十有9中。赶上天气好了，还可以去敲冰抓鱼。敲冰抓鱼，到了暮春时节，天气开始变暖了。这个时候，边城内外会开满杏花，就像升起云雾一般。到了夏天啊，就有很甜的杏子可以吃。北地清凉，不像皇都这般酷热。叶先生讲的真不错，像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真有本事呢。您说是吧，老夫人？叶先生，你太厉害了！好厉害！还有一件事要同你们说，从明日起，不用再练扎马步了。但是，天亮时分来小教场集合。干什么？叶先生这么早去做什么呀？对啊，来了就知道了。回去吧。好吧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头一堂百叶课上完了，东家可还满意？我真想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杏花树。一定有机会的。你明天要教他们什么呀？你开百叶课是为了修心，告诉他们要自尊自重。我领月钱，自然也得出份力。明天我带他们练练脖子，告诉他们不管到哪儿，都得把脑袋挺起来。李哥，李哥，李哥，哎呦，这么早都没睡醒，怎么就训练？早上凉，把这衣服披上啊。去吧。从今日起，每日卯时3刻集合，围城慢跑1圈，强身健体。晨跑？敢懈怠的，再多跑1圈。前几日你们郑先生不是教了千字文吗？边跑边背吧。背千字文。哎，你看，孩子写真早，是，我这学的太有，你看这孩子啊，还没睡醒呢。是，抬头挺胸，大点声。怎么，觉得丢脸了？如今不在官宦门庭，做了商贾，连头都抬不起来了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叶先生，下一句我忘了。下一句是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。朵儿乖，一会儿我带你跑最前面，好不好？妹妹这么小，都能不愧于人前，你们难道连她也不如吗？背。天地玄黄，宇宙真是不错。大点声。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。再大点儿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好，我们开始跑。不
一秋天，不老一株茶。天落水，鸟吃虫，鸡丢飞。心学为观，心理为改。茶叶或粗浅，滋味乃春天。啊，明前夕，菜少许。啊，宫廷春烂漫。金秋一水，欲出昆冈。剑号巨阙，出尘夜光。果真李难，菜粽蟹姜。这是水稻，这个是棉花。一秋天，不老一株茶。天落水，鸟吃虫，鸡丢飞。心学为观，心理为感。茶叶或粗浅，滋味乃春天。啊，明前夕，菜少许。得见名利，情端表正，空谷传声，虚堂习之。或因恶疾，福缘善妒，使必非宝，寸以失尽。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？我都忘记这回事了。徐修为，苏嬷嬷没带回信来，花老夫人会明白的。信信断了，官家若问起，只能拿华家的旧信顶上了。先回去吧。好。有人。是华芝。我方才见你从衙门里出来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前些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了。这人心隔肚皮，不能不防啊。还没睡啊？你也没睡。
找我有事？外边冷，进去说吧。你不该跟我进来的。为什么？脏东西！你不知道七秀司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吗？你是吗？你不怕我杀了你？你要杀了我吗？以后吓唬人之前，先把刀拿出来，别光凭嘴说。想问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能告诉我什么？花轸，无论我是谁，我都不会害你，更不会伤害花家。你来花家这么久了，向七秀司上报过什么？从来没有。你不上报不会被责罚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担心我吗？以前七秀司派人盯着花家，现在派你来潜伏，我不担心。花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不怕。你就如实禀报吧。我这次来，是替上面调查一件事情。之前你说花家跟太后毫无瓜葛，可老夫人的房间里有只信匣，里面全是太后送出的密信。那些信是太后的。你知道这些信？七秀司是怕花家依附太后，利害攸关。是。跟我来。怎么会？这些信里根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确实啊，不仅无关利害，甚至还肯可爱。两个姑娘自少女时结识，再到嫁为人妇分离，再到养儿育女，看遍人世炎凉，始终没有断了情谊。虽不能见面，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。这些信不发牢骚，不抱怨，只谈风花雪月，互诉衷肠。在这些信里，他们一直是少年时的模样，不问俗事，不染星辰。可是花轸，这些信我必须带走，它可以证明花家的清白。原来祖母早就猜到了，难怪让我帮他誊抄。可不可以再给我点时间？我天亮之前一定抄好。好。等我回来。花姐姐，看什么呢？花姐姐，你刚刚在那儿跟我以前一样，
你以前总发呆吗？没事嘛，就发呆。芍药，你说你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哥哥他很忙，事儿很多，话也很少。我哥哥很奇怪的，他对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他喜欢跟你说话。我今天知道了你哥哥一件很吓人的事情，但是我竟然一点都不怕他。为什么要怕你？哥哥是好人。我去给朋友送药，回来说。可笑，一把年纪了，费尽周章的送信，为的就是消磨闲聊。太后与花老夫人是年少时期结下的情谊，可能人老了，就会怀念当初吧。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走不出宫闱，脱不开身份。除了自欺欺人的聊以自慰，我看不出有任何意义。能有所慰藉，也许就是意义呢。燕西，你是杀伐果断的男儿，不可以像太后一样多愁善感。我不太懂他们之间的情谊，贸然猜测罢了。听说你为了查太后的事，一直待在花家，费心了。黄伯父，我去花家，并非完全为了您的吩咐。当年灵王府那场大火，花家有人亲眼目睹过。我去花家，是为了查找线索。燕西，你对伯父一直都是这般诚实。我跟黄伯父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哎，去忙吧。黄伯父，那些书信我可否悄悄放回去，免得花家怀疑？好，长青。是。原样奉还，一张都没少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既然这些信无关利害，那么除了太后跟老夫人，它对别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。我请示了一下就拿回来了。你是在生气吗？上一次你同我生气，是知道我是芍药哥哥那次。每次你生气都是不说话的吗？反正你是七秀司的探子，你管我生不生气？我还希望东家早日消气，好继续给我发月钱呢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也要问。你问吧。你是得罪了七秀司的上司吗？为什么被派来花家做这份差事？既没有油水，也没有功劳。我是自愿来的，因为芍药，还有你。那你就是为了钱？那要是为了钱的话，我也可以养芍药啊，我也可以养。可以养我。花枝，我不是为了钱，可我必须留在七秀司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有什么不能说的理由？因为我消灭的那个人对我恩情深重，也是待我最亲的人。那这件事情结束以后，你是要走吗？还是可以继续留下？你想让我继续留下来吗？其实这次我来，还要查一件灵王府的旧案。有一年上元节，华宫去府里辞行，灵王妃薨逝了，身边跟这个小书童。你可知道那小书童的下落？祖父身边从来都没有什么小书童啊。那时你还小，不记得也是正常的。跟在祖父身边的一直是我。是你。那一年是我跟着祖父去的灵王府辞行，正巧碰上府里大火。竟然是你！
查查吧，鼻涕掉衣裳上了。我是跟着花御史来的，御史奉旨要离京，我也要走了。怎么了？前晚有个嬷嬷去过王妃那儿，然后把你领了出来，你可记得她长什么样子？这里离花园很近，你来得及赏烟花。陈嬷嬷，你认得路，就顺道带她去花园吧。是娘娘。大阪是见了一个嬷嬷，但是太多年了，我不太记得她的样子了。她的模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若是想起什么，我一定告诉你。你若是要离开，也一定要提前同我说。你还信任我吗？还想让我继续留下？那护院的事情，孩子们的课怎么办？可我是七秀司的人，你们不怕我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要是监视花家的是别人，还不一定有你强。我去把信还给祖母。花枝，谢谢你。你胆敢骗我！我明明叫你走远些。我的确走开了呀，这里已经够远了。我伸长了胳膊想跟你擦眼泪也够不着。我想再看看他，可我不敢。小哥哥不要紧，我陪你一起过去。你不怕吗？我胆子很大的。使劲！娘！姑娘，不好了，外头10几个人等着说要见你。先别激动祖母他们，咱们去看看。要不要多叫几个人呀？走。啊！各位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冷静一下，我是花家的当家，大家有什么事情同我说。他们受伤了。当家了！你既是当家人，就把欠他的水花钱都吐出来。对，花家从不拖欠工钱，请问大家是何时何地做了什么工？别替他狡辩，黑心肠的就是想赖账。闭嘴！没事吧？你们先回。赶紧回去。还打人！给钱！大家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花大姑娘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是给花家铺子出力的，这受了伤，一没给工钱，二没给药费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才找上门的。就是啊，实在是是呀。你们是萧时作坊的工人？正是。花家向来是当日工钱当日结算，怎么会拖到今日？我先向你们赔个不是。花季向来以诚信为本，绝不会自毁口碑，请大家相信我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今日一定查出个原委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要钱？那今日我们就信花姑娘一回。
怎么会没结工钱？上个月已经在账上支出这笔钱了，还是夏明亲自送过去的。夏明是谁？夫人，他跑了，夏明他跑了，账上的钱全都没了。好不容易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卖吃食，才攒了这么一点钱。我的婆姨还在北地受着苦呢，这么一下子便全交出去了。三婶，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咱们先想想办法吧。我知道，是我犯了大错。我想着多个人多一份助力，没想到我招来了豺狼了。对不起，诸位，是家中出了内贼。上个月萧氏工坊一共是14位工人，每人3200钱，总共是44800钱。你算算是这个数吧？这些钱都在这里了，大家可以拿去数一数。没来的兄弟，请为代理。看看，终于拿到工钱了，这回回家可算有个交代了。哎，仔细看看，别少了啊！另外这里还有1500钱，500钱是给大家的利息，请大家喝杯酒。剩下的1000钱是给大家的医药费。我家里也有一位女医师，医术很高明，若是愿意免费看诊。这免费看诊啊！免费的，太好了！是我监管不周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多谢当家人。日后若是有容咱去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咱们要尽心尽力啊！谢谢当家人。谢谢当家人。买硝石矿做什么？我本来租了一个工坊制硝，想等天气热了以后制馅冰做冰镇果子。但我这几日实在是太忙了，没顾得上，就出了这样的事。硝石一人，作坊里千万要小心。我会叫迎春他们多叮嘱些的。但这些工人其实也累，你看这大热天的，身上跟结了霜一样。结果我亲眼看到，在那漆黑的砖瓦上结着一层白霜，竟是娘娘的元火不散，在显灵啊！硝石，硝石怎么了？那场火灾如此暴烈，是因为硝石，所以下过雨后，废墟里才会留下白霜似的痕迹。你去哪儿？回来我同你解释。头，你找我？查个事情。灵王府下面有许多庄子，我记得其中一家擅制花灯，而且山上盛产硝石，每年王府的烟花爆竹及花灯都是他们进贡的。我这就去办。这10几年来，在灵王府做过工的嬷嬷翻来覆去的查了你，我却没想到上元节会出现在府里的不光王府的奴婢，还有庄子上送礼的人。又没钱交租，今年的租子要交不上的话，爹别种了，把欠老娘的账给还了，带着你家孩子老婆该滚哪滚哪去。好的，太太，我一定交，我一定交。陈家嬷嬷，你是？畜生！你跑啊！你跑啊！你再跑！你当你跑回老家，我就拿不住你吗？
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大小姐。我呸！你还有脸喊我大小姐？你这个被逐的阿杂畜生！大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。我也是鬼迷心窍，每天有这么多现钱经过我的手，我也是一时糊涂啊，大小姐。拿着花家的钱去逛窑子，短短1个月就砸了几百贯，那可是我伯夷的赎命钱呢。你和你那个相好，若不把我的钱吐出来，明儿一早我就把你们送去见官，顺便把你们的丑事写成大字贴进祠堂里。你便是死了，也没脸进祖坟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就让我拖出去打，打完以后押去流水街找那个婆娘要钱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，大小姐。夫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已经4更天了，你快睡会儿吧。我哪睡得着啊？还有一屁股的账没理清楚呢。我不理清楚的话，我哪知道夏明那畜生吞了老娘多少钱呢？这不熬个3、5天，是理不清的。夫人，这么晚了，怎么会有人啊？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夏明的账是大姑娘让你算的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白日看见夫人您在院子里哭，您教过我，我想帮您理账。忙活了半宿，就算了这几个呀！你这手啊，真的比鸡爪子还要笨。看清楚了吗？以后要是算错了、算差了，还得挨打。你怕不怕？怕的话就别吃这碗饭。你当我是一生下来就会打着算盘珠子吗？也是打出来的。小时候错一步挨10下，大冬天这手上全是裂口子，长都长不上。到哪天你不挨打了，也就出师了。还不快坐下来陪我算账！夫人，您有点参汤在干嘛？也不急在这1日2日的，您就歇一会儿吧。今天或许是最后一天了。啊？我想清楚了，把这些账算清楚了，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还给侄儿。他不要您管账了吗？捅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，我还哪有脸盖下去啊？难道我还要等他开口撵我走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这天都亮了。回去吧。是。三婶，你一宿没睡啊？啊，我熬惯了，没关系的。念秋丫头也陪我熬了一宿，刚刚才回去睡呢。侄儿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当初鬼迷了心窍。早知今日，我就不管这步子了。如果都交给你的话，根本就不会出这么大的篓子。
这交给谁也不能保证不出错呀。你是生意人出身，肯定比我更清楚。这做生意最容易的就是亏钱，这人心隔着肚皮，看错人也是难免的。你不怪我。那日那句话你说对了，这多一个人多一份助力，以后啊，咱们家的生意只会越做越大。光靠你和我肯定是不行的，就算你不招人，我也会招几个人。只是要劳烦三夫人做这个管账的将军，带着大家冲锋陷阵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没事的，谢谢。你们都是什么人呢？抓我这老婆子做什么呀？老太婆，这儿是齐秀司，你知道吧？这儿来的人多，能出去的可没几个。嬷嬷，你之前住在陈家庄，靠卖硝石跟做花灯为生，后来发了笔横财，举家迁去了外地，做了个地主婆。我就是个乡下婆子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就不跟你废话了。嬷嬷，你就一个独子，名叫陈大瑞，是不是？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若是你想不起来，我就把令郎抓来，把他的肉一刀一刀的剐下来，兴许你就想起来了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承天9年上元节，灵王府兰苑那场火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？你给我原原本本说个明白。我都是被逼的，我都是被逼的。王妃娘娘，这些是今年庄上新制的花灯，今日上元佳节，特来呈给娘娘。王爷可赏过了？王爷和萧妃那里都送了。王爷说娘娘独居无趣，特叫老奴多拿些灯笼来，添些热闹。多谢嬷嬷了，这儿有些赏钱和点心，你都拿去吧。今日佳节，你也早些回去和家人团聚。多谢娘娘。来，小郎君，你这是要去何处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想去花园里观灯、看烟花，看到这儿有许多灯，便进来了。这里好像不是花园。没关系，这里离花园很近，你来得及赏烟花。陈嬷嬷，你认得路，就顺道带她去花园吧。是娘娘。那些灯笼都让你动了手脚。灯笼里藏的都是硝石和木炭，蜡烛里荷兰安息香，烧起来人便会昏昏欲睡，待蜡烛烧到引线上便会炸开来，炸到哪里便会烧到哪里。王妃，里面火太大了，不能进去啊！王妃，刘姐姐，不能进啊！王妃，王妃，你不能去啊！王妃，不能进啊！刘姐姐，后面的快点水！刘姐姐，我做了错事，今日偿命，我没有什么怨言。但是我的儿子他是无辜的。嬷嬷，你真是爱子心切呀！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害死的也是一个母亲，她女儿还在她怀里。你跟先王妃无怨无仇，谁让你做的？我不能说，我说了大人的命就没了。
说出来！我保他的命。希儿回来了。走吧。我早就料到，终究会有这么一天。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好久。那个嬷嬷说，是你拿他儿子逼他，叫他治了那些消失灯笼。希儿，你恨我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待我跟芍药视如己出，自觉子嗣也并非虚假。我戍边这些年，也是你替我照顾芍药，带她治病。我确实把你和芍药当作是自己的孩子，只是你害死了他们的母亲。这并不矛盾啊。我说了，你可能不相信。我不恨你母亲，甚至于我有的时候很想她。那把火着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。我冲进火里想要去救她，可是火实在是太大。柔姐姐把芍药推给我，她让我抱着孩子先跑。我抱起芍药来往前冲的时候，那个柱子就砸了下来。我用手一挡，那柱子砸在我身上。我想起姐姐对我的好，自我入府以来，只要我喜欢的东西，她都给我了，待我像亲姐妹一样。她赠我首饰钗裙，送我书卷字画，还有这根簪子，也是她送我的。我一直戴在身上，舍不得摘下来。可惜，我跟他嫁了同一个人，他是明媒正娶，而我呢，一顶小轿，悄悄抬进了侧门，只因为我的父亲想要攀附王爷。那个时候，人人都说王爷可能会当太子。隔年，官家就登基当了皇帝，真是一笔倒了霉的亏本买卖。而我却真心的爱上了王爷。可即便如此，柔姐姐一点都没有怪我。他对我一如既往，他本不该死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本应该一世平安，长寿白头。都怪他的好父亲，好兄长，为什么要谋反？有这样一个父兄谋反、抄家灭族的王妃。王爷是会被逼上绝路的。只要他一日是王妃，王爷就一日寝食难安，辗转反侧。即便他从此远离朝廷，隐居到深山野林，官家也不会放过他的。王爷本就心软，他不会休了柔姐姐，更不会杀了她。那么，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做吧。只要他死了，王爷就安全。反正柔姐姐她也不喜欢王爷，
他不稀罕跟他死后同灵同葬，那么就让给我吧，让我来做这个王妃，让我跟王爷生同寝，死同葬。对不起，柔姐姐，对不起你和芍药，此生我也负了王爷，我不能跟他白首了。笑，你杀了我吧。你救了芍药一命，我还你一命，但这辈子别想踏出这半步。头儿，从昨天这会儿到今日，您滴水未进，好歹喝口热的，别把自己熬坏了。司使，萧氏自杀了。得成比目，何辞死？愿作鸳鸯，不羡仙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来打扰我清修。石妍希回来了。这间禅房可是王府难得的清净地，难怪父亲整日闭门不出的。你若是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来陪爹爹一起打坐念经。刚才七秀司前来传递消息，说那个萧妃的……我知道。你已经知道。既然萧氏已经死了，父亲何不安排人把他的尸首给接回来？这等奸邪的妇人，死便去死吧，怎么能够让他污染了我灵王府的门槛呢？等下，既然你母亲已经沉冤得雪了，从今往后，你我父子二人一定要多多诵经，替你母亲祈福啊！好。不过我刚好有事想问你，周家咒你起兵谋反的事情，官家知道吗？是那个贱人告诉你的，你信他的？人之将死，其言已善，他都写出来了。哼！你慌了，猜到我是七秀司时，以为这是他供出你的证词，可惜你想错了。他到死都一句话没有说，到死都一直在包庇你。我只是炸了你一下。怎么，
你想揭发你老子？你每日诵经，是为了让自己多点心安吗？当年，周家手握重兵，你娶我母亲为妻，想要借此争夺皇储。等皇伯父继位，你害怕猜忌报复，于是劝说外公舅父起兵，可以招兵败，慢慢朝着，你却撇了个干干净净。我母亲亲族尽死，你又利用那个爱你爱的发疯的萧氏，替你杀了我母亲。他还不够狠，没能将陈嬷嬷一家人灭口。毕竟这一点，我想他远不如你，因为你连亲女儿都不肯放过。董大刚要报信，便让你灭口。芍药若不是命大，恐怕也早已葬身火海。我猜，后来你不再追杀他，是发现你派出的死士无一成功，猜出了我就是七秀司使，再加上芍药什么都不知道，否则我接他回去之后，也不再会心平气和地跟你聊天了，对吗？这七秀司向来都是冤枉好人，阴谋诡计，现在连你也沾染上这种毛病。是，方才我说的这些，只能是栽赃。你堂堂灵王，怎么可能手染鲜血，杀妻自？你住口！怎么可能就消失一个柔弱的妇人，心甘情愿成为一把杀人的刀？我可是你父亲！我宁愿永远都没有你这样父亲。王爷，宫里的长枪内国来了。问王爷安。官家听闻周妃闲醉多年，今朝得雪，怕王爷伤心，特请入宫一叙。这么快，他便已知晓了。世子殿下，长卿，我随你一同入宫。官家说只请王爷入宫，世子要去，奴婢拦不住。只是官家见不见世子，奴婢就不知道了。我知道，走。行了，去吧，回去吧。世子，陛下不召见我吗？奴婢传陛下口谕，将世子带到圣阁，禁闭思过。世子，走吧。希儿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当年的辩论是皇家最为隐秘的丑事，那是一道旧疤。想要掩埋他的，不只是我，承禄宫里的那位，恐怕更不愿意旧事重提。
小样，你做梦啊？我梦到我哥了，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我没见他那样。梦都是相反的。我哥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他为什么就没来看我呢？我害怕。妍希，你去了哪里？妍希，你可知错呀？臣不知何错之有。今日罚你与对错无关，是你心中无君臣父子四字。灵王再不济，他也是你生父。你心中若无纲常，今日你敢忤逆你父亲，来日就敢忤逆朕。萧妃的事我也听说了，你查明了原委，他也偿了命，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到此为止吧。行不行啊？是。忍这个字从来都不容易。你是灵王世子，又是七秀四世，万不可感情用事。天大的不能忍，你也得忍。臣谨记。这几日你便留在圣阁吧，好好想想伯父的话，希望你能想明白。过几日伯父再来看你。姑娘，这是西山果农一早给您送过来的，说您看着这棵足不出户，也能知道山上的苹果红了多少，到时候一定同他们去买。倒是有心了。哎，抱夏，你去找些油纸来。啊？姑娘啊，这字儿真能贴在果子上吗？是啊，等这些果子多晒晒太阳，都变成红色的了。唯独这贴纸的地方还是青色的，这字就显出来了。那就是每个果子上都有一个字。等果子熟了，放进盒子里去卖，买家凭手气，也图个喜庆。哎呀，这个办法真好！等到时候咱们家果子熟了，别人家小学都学不去了。咱贴完这个，再把院里的全都给贴上。那我就贴个福禄寿吧，等能摘的时候送给老祖宗尝尝。那我就给李哥写个魁字，图个好口彩。不，这字儿怎么笔画这么破呀？哎呀，这个剪子怎么不好用？大嫂，我帮你吧，就剪个平安，怎么样？行，你剪，我写。平安，姑娘，大家都剪了，你也剪一个图图彩头呗。让梦鲜活，好的回忆被风吹成淡色，描出自由的轮廓。好的故事，我终于有资格以勇敢口吻说。如果世上会有夜色，我的故事已经翻完旧。随着光走吧，倔强的走吧，走吧。花姐姐，我也想哥哥。掌柜的，有个丫头让我把这东西给您。丫头人呢？
走了。我问他替谁送的，他说您有数。啊，下去。没想到这婆娘可以呀！啊，手脚挺利索的，真给她搞到了。哎，堵兜了。那丫头防范甚严，奴无从下手。姑奶奶跟前实难交代，思来想去已无活路。奴原攒下一包金银细软，共有100贯之数，为今之计总为上策。你若有意，子时3刻于东院抢下候着。钱。鸟鸣3声，奴便将细软打墙上丢过，图你远走高飞，成夫妇之好。奴一片真心托付于你，万物失约。这徐娘虽老，可钱不会老啊，大不了半路上结果了他。一个偷窃，谁会追究呢？别动！别动！不是干嘛呀？哎，谁说贼了？谁说贼了？我不是贼，我是掌柜。就是你！哎呦，打错人了！我不是贼呀！哎呀，我不是贼，我不是贼！别打了，爷爷们！哎呀，我不是贼。大姑娘，我不是贼啊，搞错了。好啊，你个贱人，你下坑让我钻了你！你还想你个狗东西！蒋有德，你私闯主家偷窃财物，潜逃之时被我们抓了个正着。不过呢，我就先不报官了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不想惊扰他人，先带回柴房到天亮。说不定这天亮之后啊，咱们杨掌柜就畏罪自尽了。呀，那死在屋里边得多臭啊！直接扔了吧，姑娘。虽然到时候咱们花家得担一些干系，但毕竟是失窃的苦主，也情有可原。再说了，咱们家那么大的罪都犯过了，这小小的逆贼死在家中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算不了什么呀。想明白就给我从实招来，不然让你死得不明不白。带回去。大姑娘，我保证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啊。那既然是大姑奶奶设的计，你那些药又从何而来？也是大姑奶奶给的。她相公不是开生药铺的吗？要什么药没有啊？老爷，不好了！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老爷，开门！老爷，废物，废物！老爷，小的们实在没法来啊！那些官差二话不说进来就搜，转眼儿功夫就把那些药全都搜出来了。官爷们说，大清律3令5申，那些个东西通通不准在药铺子里贩卖，然后就把药给缴了，铺子也给封了。听说过几日还要提审。平日里该打点的也没少打点呀，早不来搜，晚不来搜，偏偏这个时候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
对，老爷，我听对门的伙计说，一大清早看见花家的人进了衙门。花家？莫非是他们跟我作对？可他家又是怎么知道咱们铺子里的事儿？老爷明察，咱们铺子不曾大拉拉的摊开来卖，向来都只是悄悄的给那几个熟客，从未出过纰漏啊。那个老爷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。有话就说。约莫3、5日之前，夫人到铺子里要范畴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贱人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我扒了你的皮！程祖啊，你还有脸吃？贱人，敢败坏我的家业！官人，有什么话您说清楚呀？为什么上来就打呀？你们花家真是一门猪狗！说，谁去告发老子的店铺卖春药？妾身不知情啊！不知情？我让你不知情！现在铺子被查封了，什么时候的解封还不知道？街坊四邻还得差人进进出出。你说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？不知情，我是真的不知情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花池那个贱人，一定是他。要是老子的铺子赔进去，你整个花家卖了都赔不起！贱人，吃我宋家饭，砸我宋家碗，给我滚出宋家！所以这些药祖母要一直用下去，是不是？三太母不能生气，生气的话吃药也吃不好。滚蛋！不好了！哎呀，大姑奶奶又来了啊！芍药，你拿着这些药去厨房，告诉福东怎么煎啊！我看他那神气跟发了疯似的，我们好几个人拦他都没拦住。在哪儿？往老夫人房间去了。哎呀！你看看我的脸啊！你再看看我的手，都是你家花纸那个小贱人挑唆我家官人打的我。大姑奶奶，你自己做下的孽，同老夫人在这叫嚷有什么用啊？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大姑母，你有什么事情同我说，祖母身体不好。怎么，你还怕让老夫人知道你干的好事儿啊？你能干出来，你还怕我嚷出来啊？花下叫人，慢着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。近几日，这府里上上下下、鬼鬼祟祟、嘀嘀咕咕、哭的哭、闹的闹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瞒得我密不透风。芷儿，你说。祖母，等大姑母回家以后，我再慢慢同你讲。怎么，当我面你还没脸说了？行。那我说，娘，闭嘴！娘，你家姨娘吃了春药，同越秀小馆掌柜的通了奸，让我拿了个正着。她为了栽赃嫁祸，去偷人家花纸的肚兜，结果没成想笨手笨脚的没偷成。你这孙女儿啊，年纪小，心肠倒是歹毒。伙同那贱人使了仙人跳，把人家掌柜的绑来严刑拷打，叫他攀咬我家官人，私贩春药。我说的您听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您的好孙女儿。祖母不是这样的。芷儿，你的人品行事我从不猜疑，我只是没想到我辛辛苦苦诞下又亲手养大的女儿，竟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儿来。也好歹徒，你们若真的得逞了，你让你的侄女怎么活？你还知道她是我侄女啊？那为何不曾替我考虑考虑啊？
我不过是要一个丫鬟，猫狗一般的玩意儿，他给我推三阻四，让我在宋家没了脸面，没有了立足之地。若不是你们带累，我何至于在宋家受尽如此折磨呀？啊！你看看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们一个都别想好过！如此说来，是我做了孽，把你宠成如此这般骄横。我骄横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老太婆，事到如今，是你自食恶果。把祖母带下去休息。是。现在这花家所有人都拿你这蹄子当救命稻草呢，是吗？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！不要以为你们用一点小手段、小伎俩就可以东山再起了。你们把我一人推入那死地，自己关起门来美滋滋的过日子啊！既然你们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，那我今天还把话给你们撂在这儿了。我姓花，只要我活一天，我就会诅咒你，诅咒你！我诅咒你们所有人，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等到团圆的那天。老爷子早就该死了，你这老太婆也应该先去阴曹地府去趟趟路。你想说什么？混账！给我滚！都给我等着！祖母，你快去叫大夫，你去把芍药找来。不是。大夫，花大姑娘，恕老夫直言两句。自贵府大厦倾颓，老夫人连番大悲大怒，早已伤了根本。纵有良方，也是难为天命啊！大夫，不管什么法子，求求你再救救老夫人，求你了。大姑娘，老夫人天命已尽，已经药石罔教，何必再苦苦相留，平添苦楚呢？告辞。我什么方子都用过了，我们还是救不了。我们快进去，我们快进去，我们进。老夫人这会儿太虚弱了，各位夫人还是不要进去了，好好让她休息一会儿。大姑娘，老夫人单独想见你。祖母，大夫说让你吃些药，休养休养就好了啊。
祖母听你的，喝药，休养。祖母，对不起啊。花家这房印，我长了40年了，如今交给你。交给你，我放心。祖母，你把这个交给我，我答应了。但是你能不能再陪陪我？我觉得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还想让你教我呢。祖母也想，可是总有这一天，看似不可能的事儿，那看似难以上青天的事，祖母相信，有一天，你一定能行。我会的。有一天呢，我会把祖父他们都接回来，咱们把他们全部都赎回来。我们搬到老华宅里，继续做饭、绣花。我都看到那个情形了，好多的人，真热。祖母对不起你，把这千斤的重担都压到你身上了。你原谅祖母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也是满头青丝，浮生如云，转眼变白。遇到中意的人，莫要错过。那天天空真好，我坐在马背上，看见你祖父了。他那么年轻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再也见不到他。我的侄儿真好看。祖母，祖母，咱们得说句话呀。祖母，谢谢祖母。祖母，祖母，祖母，你醒醒！
谁呀？这一看就是大户人家。太后驾到，众人退避。谁来了？太后，是宫里的太后吗？婉妹妹呀，没想到你我再见，竟是这般情形了。当年你出嫁时，我没能去送你，我在心里多次给你赔不是。从今往后，不用再跟你赔罪了。40年呐，恍如一梦。太后来咱们家做什么呀？老太爷都被流放了。祖母年少时和太后是闺中密友，你是花家大姑娘，是。你长得跟你祖母年轻时一点儿也不像。不过，这3分神色倒是和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花家上下福蒙甚赐垂怜，方得栖身之所。祖母在世，无时不纪念在心。今日胜似浩荡，花只诚惶诚恐，多谢太后恩典。还有你们这一大家子人，可真好啊！朝夕相伴，患难相逢，令人羡慕，比我家好多了。这些人先前都缩得远远的，不敢进来，搞得咱家像什么龙潭虎穴似的。如今太后娘娘的殿仪送进来了，一个个又怕自己跑得跟不上别人。是啊，这些见风使舵的东西。呸！玻璃姐，
如今你是花家最大的男丁，祖母不在了，你该代表花家去向大姑母报丧。我这就去。死了？怎么就死了呢？我不就说了他2句吗？他怎么就死了？这下糟了！我若是去吊唁，花纸那个小贱人肯定要跟我算账。到时候在灵前闹起来可就不好看了。怎么办？对，不能去！我不能去！我坚决不能去啊！老爷，这人不到，礼也不到，不大好吧？有什么好不好的呀？他花家的好处，何时有一分落在我的头上？讨他个丫鬟还推三阻四的，给脸不要脸，哪里来的铂金给他？还有花纸这个死丫头，敢报官让老爷我吃暗亏，我倒要看看她是几时死。死个老太婆算什么？老爷我希望的是，她花家死绝。才一个人啊？家暴。是啊。祖母病故，侄儿花柏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。花家的。祖母病故，侄儿花柏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。祖母病故，侄儿花柏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。祖母病故，侄儿花柏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。出去看看何人喧哗，能打走便打走。老爷是。老爷，花家的小公子在咱门口报丧呢。老爷，老太太可是咱们夫人的亲娘啊！这要是被人举告个不孝的罪名，恐怕少爷日后的科举也……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此事倒是难办。姑父姑母为何不敢开门？祖母病故，侄儿花柏林来向姑父姑母报丧。侄儿花柏林向姑父姑母报丧。你们不应在我府前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自己家的糟烂事，自己解决。哼！回避什么呀？别人宅子面前鬼哭狼嚎什么呀？这不是出来了吗？怎么说话呢？这个人还不快给你大姑母带路！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答谢。徐姐姐，人带来了，你先进去吧。我来给母亲吊丧，你挡在这儿做什么？让开！大姑母可算是来了，花家屋檐小，容不下你宋夫人。你就在这外面替老夫人守灵。什么？在外头？我遵老夫人的遗愿，不准你再踏进花家一步。但你一片孝心，我也不能不允。所以在这外面跪着也是一样的。我不干！我不干！他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他凭什么让我在外面守灵？那日你抢在老夫人面前搭话，添油加醋，颠倒黑白。侄女可没有你这么黑的心肠。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如实回答。这是在外面，你闭嘴吧！你不要我们花家的名声了吗？你为了讨好大姑父，强抢我家丫鬟，3番5次的上门闹事，害得祖母一病不起。
你见害人不成就口出秽言，耍泼耍横，害得老夫人吐血而亡。像你这般行径，你配叫做人吗？我让你跪在这里替你的亲生母亲守灵，难道有什么过分之处？是呀，就该在外边跪着的，就是他干的这事，太过分了，这太不像话了。怎么还有这样的呀？还在外边跪着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敢信口雌黄？你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证据在此，你不会不认识你们宋家药铺的东西了吧？你拿出这等污秽之物害人，你配进我花家大门吗？哎，大伙儿都知道吗？这宋家药铺啊，前几日就封了。听说正是因为他手中这个，这宋家娘子妻子亲娘还不算啊，居然还干出这等龌龊事儿来！是啊，这太不要脸了！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是拿娘家丫鬟当小老婆讨好夫家呢。这太下贱了，真下贱呀！我这讲出这种事来，你真是不要脸！这人真的不行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。骗人！你出来！快出来！大姑娘话说的倒是堂皇，怎么不敢当着问了她呀？你说我们宋家的不是，你们花家就干净吗？你问问你们花家这位姨娘，在外面都干了什么好事儿啊？把她带进去。啊，我们说，你出来自己说！这不要脸的东西，你们这养出淫妇的阿家门楣！快走！娘，是你害了人，你还想大打一耙？你闭嘴吧你！别打了，老娘这辈子挨过许多打，就你不配动老娘一根汗毛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谁不要脸啊？你才不要脸！你害了，老娘就是豁出命去了，也得出这口恶气！疯了吧你！你还别打了！娘没事，你居然敢动我的女儿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姨娘，快带回去休息。姨娘。各位听我一言，宋家夫人今日的所作所为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而我花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无愧于心，不畏人言。花尽为夫作伥，蓄意辱没花家的名声，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。我花芷今日以花家当家的身份，替祖父和祖母清理门户，请各位为我做个见证。花尽及其子女，今日起与花家恩断义绝，从此以后，他们家的事情与花家再无干系。好，说得好。世子，禁足10日已满，陛下看见来了。世子，起来吧。禁足这段日子，身子无大碍吧？臣无妨。还不起来，这是怪伯父罚错了？臣不敢。
燕西，你若再这样，我让你这辈子都踏不出圣阁半步。快起来！是的，快将起。听说这段时日都是不吃不喝，看看瘦成什么样了。过来，吃口东西。燕西，还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每次不高兴，都是伯父哄的。那时候你还没这张桌子高。你母亲走得早，你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，这说明了你的至纯至孝。你每次看到那几个皇子在母妃膝下淘气，就一个人闷闷不乐。伯父得用好几块栗子糕才能把你哄好。如今你长大了，栗子糕怕是哄不好了。皇伯父言重了。伯父只是希望你不要对伯父心存疏远之意。这里原本就是你的家，能经常来宫里看看我，陪我吃顿饭说说话的，除了你还有谁呀？侄儿知道了。我已下诏厚葬了你的母亲，封赏了她尚在世的亲族，也算是告慰了她的在天之灵。只是燕西，君臣父子是万古不易的道理。回家去吧，陪你父亲好好说说话。那件事儿就翻过去吧。伯父都能跟你服软，你就不能跟你父亲服个软吗？皇伯父，你要听话。是。长青，奴婢在。你觉得燕西委屈吗？世子对灵王殿下恐怕难以释怀。当年灵王做下了这件事，朕不戳破，他便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如今燕西把旧事捅破了，也是好事。欠下的账，你终归要还的。何况燕西是朕养大的，如今燕西受了委屈，那朕就替他讨个公道。祖母，你这一撒手，我就再也没有人可以依傍了。逆子，这次父亲没回玉青山躲着。没有了整日在我耳边唠唠叨叨的夫人，待在这王府，和玉青山有什么区别？是，王府里虽有几条人命，可那茫茫一座山，人命恐怕也不少。看来让你在宫里受罚，你还是心里不服啊！服。我岂敢不服啊！君要臣死，夫要妇随，都在纲常之内。普天之下，谁又能说个不字？明白就好。是。刘安杀妻，张巡杀妾，照样无损他们千古立命。不过实在好奇，
妇人向来以生子为荣，可却不怎么听说他们的好儿子帮他们手刃了仇人呢。你在圣阁静思，就琢磨出个这个来？父亲，虽说你跟我母亲缘分浅了些，可到底也是少年结发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起过他？看来是没有了。你不会已经忘了他了吧？你母亲的自然是很美的。若说我母亲冷淡了些，那萧氏总归是一心一意的对你，相伴20余年了，一心都只扑在你身上。他死得这么惨，你又可曾想起过他？够了！你还提那个毒妇做什么？还嫌贵的不够？是我天真了。灵王殿下又怎会有一丝丝怜悯跟一丝丝悔意呢？你懂什么啊？如果为父是那种人弱之辈的话，那萧氏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吗？啊，这就叫负担。是疯人，可世上总有人是没有疯的。瞧瞧啊，我把你生得一表人才，可万万没有想到你却有副糊涂心肠。如果你心中没有君父的话，你将来就算娶妻生子的话，他们也不会以你为纲常的。我爱的人，只要爱我就好了，管那些纲常做什么？哎呀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竟然生出这么一个情种来。也好过你这般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无妻无子，一世孤独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无妻无子，孤身一人。你说的好啊，你说的好啊。可是喜儿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流的是顾家的血。我告诉你，顾家是生不出情种来的。顾家人一代一代的只会生出怪兽来。你真的以为这世间有女子会真心的爱上齐秀司司使吗？不会有的。你以为这世上的女子会毫无私心的嫁到灵王府来吗？不会的。越是出身高贵，越是手握生杀予夺，就越没人敢真心的爱你。你看看这些女子，一个一个的生得如花似玉，她们选入进宫，嫁进王府来，哪一个有好下场的？我说你这么大的事，我早就看透了。人这一辈子就该无欲无求，才能够清净余生。而现在你呢？啊？你还在这里糊里糊涂的做着你的春秋大梦。你生在顾家，就该知道自己一辈子要的是什么。嘿嘿嘿，头儿，您可回来了。这是花家来孝敬咱齐秀司的。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这个放了有几天了，要不您就别吃了。这是他送的。啊，是。只不过前些日子花老太太去世了，估计他们也没心思做这米糕了。
开生药部的宋家媳妇儿是花家的大小姐，上门闹了好几回，每回都鸡飞狗跳的。前日直接把花老太太活活气死了。唉，花大姑娘最近的日子估计也不好过。叶先生，柏林，你姐呢？姐姐守了一夜，我们来了，便要她回去睡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有好多事想告诉你。好，你太累了，先睡一觉。等你睡醒，我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还是不了。我怕我睡一觉醒来，发现又是一场梦。花枝，所以现在就说吧。我不知道从何说起。头一件，你真的叫燕西吗？燕西是我的名字，我姓顾。顾燕西，你是皇家子弟，那你为何去七秀寺做茶子？我不是七秀寺茶子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灵王世子，也是七秀寺司使。如今知道这事的人不超过10个。我该很荣幸吗？你来我家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上次我告诉过你，全是真话，我没有骗你。世子殿下，司使大人，所以抄我满门，流放我全家男丁的人是你。是我。害我被打10杖的人是你。是。把祖父的书稿推给我的人是你。带上你的书，滚吧。多谢。在凶徒手下救下我的人也是你。都是我。离开的这些日子，你都去哪儿了？忤逆灵王，被官家禁足了。那你又为何回来？昨夜解禁了，今天我就想来见你。其实你可以不告诉我这些的。你们七秀司司使想瞒的事情，我一介草民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知道。可我不想瞒着你，哪怕今后你都不再见我，或者和我入股。
烫吗？这么说起来，其实我们早就见过了。是啊。那年上元节，在我娘的院子里，你陪我看过星星。其实那日你问我灵王府的事情，我隐约就猜到了，只是你与当年相差甚远，我无法确定是你。还好你没认出是我，不然我哪有机会来你家领月钱啊？抄家那日，你明明看到了我偷藏祖父的书稿，为何当时没有揭发我？因为当时你说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会有什么用？逃又能到哪儿去？这的确是天命，但我想，天命并非那般森严没有间隙。起码在我手里，这些书是可以逃掉的。那日你的血还滴在了祖父的手稿上，从此以后，我见到的燕先生脸上就多了这道疤。这道疤是拜官家所赐的。臣愿永离北地，入七秀司，替陛下驱策。也不是，是我自己伤了自己。倘若花宫的书稿就此泯灭，对今世后世来说，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幸而有你，也幸而有你。哥哥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跟花姐姐了。